朕的话说完了，错也认了。诸位爱卿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何爱卿，你先说。皇上，为了修园林这么一件小事，就罪己而安民怨，足见吾皇坦荡之心胸，文治武功之气度。对比之下，臣等只有扪心自问、自我检讨，哪还有说话的份儿啊？心里感到非常惭愧，惭愧得很，惭愧得无地自容。皇上，有何爱卿这番话，朕的心就平和多了。总之为家园百姓计，众爱卿就不用再劝朕了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启奏皇上，臣还有话说。说。自古立律，凡罪那就当罚。吾皇胸怀远大，既以罪己，那就当罚呀。否则话传了出去，老百姓会认为君王罪己，流于表面。纪晓岚，朕不杀你，你还得便宜卖乖了。好，你说的在理呀。纪德学士，你提个建议，该怎么罚朕呢？自古刑律罚者，要么动刑，要么就流放。所谓刑不上大夫，吾皇乃真命天子之身，这打嘛……什么？你还要打皇上啊？是打不得的。废话，这既不能打，那就只有流放了。当流放多远呢？3000里。哈，3000里，国家谁管呢？是让谁管呢？皇上，老百姓流放3000里。吾皇乃真命天子，龙行虎步，臣看300里也就足够了。纪爱卿，没想到你还挺照顾朕的啊！朕屡下江南，千里万里何足挂齿，300里啊！朕正想出去散散心呢。好啊，准了。哎，皇上，这个万万使不得！不要多嘴，朕只想问一句：众爱卿，有哪位愿与朕同流300里啊？臣愿往。纪晓岚，臣在。你是不愿意跟朕同行了？臣该死。启禀皇上，第一，臣觉得他去不了这么多人，所以臣不愿意跪下来说个便宜话。第二，请皇上准臣进言。准。谢皇上。你敢？皇上啊，您忘了吧？前年您不是让臣流放了3000里吗？所以臣知道这流放的滋味，它不好受。我心里头想着，这要能躲过去，我干嘛不躲过去呢？你小子记仇是吧？上回朕判了你3000里，你这回非得让朕走完这300里，朕怎么忍心不让你陪着走完这300里呢？纪德学士说的句句在理啊！何爱卿，你愿意和朕同往吗？愿，奴才太愿意了。哎呀，奴才怎可以一日不见的皇上啊？这要是那样的话，奴才会因思念皇上而生病，因病而亡，所以奴才愿意侍奉皇上于左右，同赴流途，不像有些人心中无主，只知道找主子的麻烦。纪德学士，你听见了吧？那纪德学士是一定要和朕同往的。皇上，皇上抬爱臣惶恐之志，这要同行嘛，也行。只是有2件事，皇上要是能应下来，那臣岂万死不辞了。说出来听听。这第一，臣打小就抽旱烟，所以请皇上恩准，臣什么时候想抽烟就可以抽。带着你的烟袋，带着。谢皇上。二是此次出门不比下江南，实乃流放。虽不着囚衣，但只要出了宫门，便素衣小帽，做百姓打扮，吃住与囚犯同。所以臣怕有督导不力、令不能行、禁不能止的地方，
恳请皇上能将身上宝物赐予臣一件，全当上房宝剑，以便另行禁止。哎，皇上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何爱卿，不是纪晓岚，他有僭越之心呐。何爱卿，放心，纪晓岚臣在。一定找个机会给你换换脑袋，叫你变着法儿的跟朕过不去。皇上，季爱卿说的句句在理啊，准了。你在这儿找一件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我应该善。疼吗？疼。这得使劲打。哎，皇上啊，臣就选这件了。啊，拿去。何时动身？朝哪个方向走啊？皇上，这可不能说，此事只有咱们君臣3人知道便可。好，退朝。先生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小月，哎，你赶快到京城各大妓院中，帮我找到一个已经充当官妓的红霞姑娘，带她去曲阳县见她的父亲。他父亲是谁啊？他父亲是御史洪德瑞，因为反对皇上修园林，被流放到曲阳县砸石头去了。那先生打算救他吗？他现在有生命危险呢，你要想办法保护他们父女的安全。我也想办法让皇上跟我去曲阳，你我一明一暗，相互配合，救他们父女于水火之中。那皇上怎么能听你的，从京城往南走去曲阳县呢？这个我自有办法，你记着，路上要多个心眼儿，多加小心。还有，这可是死也不能对外人道的天机呀。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宁武须见谋，似有丑见武。申子臣见友，害某未见子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不好啊！怎么不好？说，您是不是要出门子？这不废话吗？爷刚才跟你说了，我要出门才来算的吗？是爷跟我说的，您要出门，这4柱8字我给您推出来。您这命中现了桃花煞，是墙里桃花还是墙外桃花呀？您要出门，自然是墙外桃花了。你这卦不准，怎么不准？卦里这么现的。我说你不准就不准的。哎，我们是3个男的出门，一个牵制着一个，3人相互牵制着，锁着阴阳结呢。他就是有桃花也进不来。你这卦呀，算的不准。哎，先生，准不准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您总得给点卦资才是。你算的不准，你根本不准，我凭什么给你卦资啊？您这人怎么不讲理呀？您还没出门就知道不准，菜这说了，您怎么着也得多给点啊。想要卦资啊？那也成。我问你一件事儿啊，你要是交给我了，哎，说不定我还多给你点钱呢。什么事儿？那是得我知道的。哎，你必定知道。来，坐下说，坐下。哎呀，这个3个人出门啊，一个呢想往东，一个呢想往北。你说这怎么着才能让这3个人他全都往南走了？哎，这太简单了。哦，您抓阄啊。哦，好，哎，我说，这只是定银，事成之后还有一有钱的主会给你银子，啊，说好了。大可不必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呀，是直隶总督，从京城出去，
不管往东南西北300里地，都离不开直立地面。你想让皇上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？看嘛，就让皇上随便的看。这回皇上到你直立地面，不是视察，是流放。他能看见什么呀？关键是这个纪大烟袋他得了一把扇子。那是不是就不好办了？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好办，好办。你想想看，他为什么要这么一把扇子？就是憋着劲让皇上吃苦头。他给皇上苦头吃，咱让皇上得甜头，还不用什么大甜头，无非是让皇上吃饱喽，睡好喽，那皇上就会承你的人情啊。事情过后，没准你就会连升2级啊！不过邵大人，这次可是你绝好的一次机会。可就怕他们往南走啊。为什么呀？往南必走曲阳，这修园子的石料啊、刻石啊什么的，都是打那儿来的。还有那个红玉石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这个。怎么那么寸，皇上就往南去了呢？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又不是他纪大烟袋说了算。你呀，甭操这份心，专心致志准备，把皇上伺候好了就行了啊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这次对你是一个绝好的机遇。人生之事啊，关键在于抓住机遇啊！机遇来了，你没抓住，有了也是白搭，对不对？大人说的是。你呀，这就回去准备吧。何大人，那卑职就告辞了。不送啊。红霞，红霞，哟，这就是光环人家调教出来的呀！你可真会吊客人的胃口啊！1请、2请、3请，你都不肯下这绣楼。哼，你他妈以为你是什么呀？妈妈，女儿今天身子不舒服，您把课回了吧。不舒服？太好了，透着有那么一股子娇羞的气儿啊，让人可怜，让人喜欢。你不舒服，老娘我还不舒服呢。告诉你，红霞，这不是在你们的御史府，你麻利儿给我下楼。楼下的李二爷还等着你呢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的脾气可大。你要是再不下楼的话，可别怪妈妈我的手重。哼！你他妈的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也不打听打听九门提督李的棒槌到底是什么人。我今天先卸了一只胳膊，看你记得这劲。欺负人！红姑娘，走，快跟我走吧。你是谁呀？要带我去哪儿？我是来救你的，一起去找你爹洪御史。你认识我爹？走，我们快去曲阳找他。哎，来，把门关上。霞儿，霞儿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呀？霞儿，霞儿，别怪你妈妈心狠，你要学会恨。你呀，要恨你自个儿的亲爹。谁叫你亲爹把皇上给得罪了呢？要不你还在这个府里头当你的大小姐呢。霞儿，霞儿，红霞姑娘。啊！哎呦，这小蹄子跑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了！你说红霞她逃跑了，跑了你快带上人去追呀！好，我去追。我告诉你，你带上家伙，看见他呀，狠狠的打。哎，红姑娘，
红姑娘，要不你就先走吧，一直往东走，咱们在东岳庙见面。快走！你跟我一块跑吧。我去你看那几条狗，拿行李，一会儿见啊，小心点啊。在这儿呢！对。哎！你抢校帽子呢你？啊！我年代，没摔坏。噗！哎，还少点什么？扇子。哦，对了。哎，扇子哪儿去了？我去问，注意，在那边呢。嘿，这大半夜的，刀枪棍棒的干什么呢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哟呵，哼，问得好，都给我退一步。退。哎，您是季大人吧？哟，认识我啊？人不认识，认识您这烟袋。京城的百姓谁不知道您这大烟袋呀？好。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春满楼的。就是八大胡同那春满楼。哦，这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哈，退一步，我找东西呢。季大人啊，我们抓人得从这儿过呀，请您给让一让。哦，要抓人呐？啊，是个女的，从春满楼跑出来的，不懂这规矩，不懂你们妓院的规矩啊！哎，我说你们这些，得，我也不想管闲事儿，看见了没有？往那儿跑了。哦，好，谢季大人。对，哎，有空到妓院来玩啊！哎，啊，呸！我上妓院干嘛去？把我当什么人了都？哎呦，这扇子怎么着？哎，回来，拿个火把给我找扇子。红姑娘，没事了，他没有追过来。多谢姑娘搭救之恩，请问尊姓大名？小月，杜小月啊，小月姑娘。你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受人之托。受什么人之托？他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生命危险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这人还告诉我，这也是救你爹唯一的机会了。哎呀，红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母亲留给我的玉坠不见了。你是不是忘在春满楼了？没有啊，出门的时候还在呢。那你再找一找嘛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有一把扇子挂在你的头发上。扇子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怕是刚才撞倒了那人的。嗨，留着吧，不就一把破扇子吗？背不住啊，他还拾了你的坠儿，便宜他了。走吧。哎。停停！哎，刘全，干嘛助教啊？老爷，季大烟袋在前面呢。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找东西？哎，快去问问，找什么呢？快去！这。找什么呢？找什么呢？哎，找什么呢？老爷，嘘，问清楚了没有？问清楚了，找什么呀？好像是找大蚂蚁。大蚂蚁？哎，客官，您看这样的行不行？反面我看看。不行。哎，那客官您要什么样的？客官，您到底要什么样的？哦，我要皇家用的。哎，皇家门里的。皇家门？这可没有。我说掌柜的，这个也不是说非是皇家门里的，只要像皇家门里的就行。
这倒有2把，您看看。像是挺像的，就是破了点啊。哎，掌柜的，你这有扇套吗？有上等的扇套。好，你把它给我装上。好，掌柜的，这把扇子我要了。哎。刘全儿，这干嘛呢？老爷，我正在给您预备出门的东西呢。这么些？老爷，这不多呀，只是您平常用的东西。别，这次非同往常，这次是跟皇上出门，要简朴再简朴，极尽寒酸才好，知道吗？再者说，这次出去就3人，皇上、我、季大烟袋，没有车马，没有随从，弄这么死沉几个大箱子，谁扛啊？我扛啊！站好对没有啊？啊，都拿出去！哎，快，都拿出去！这回季大烟袋得了一把扇子，说打谁就打谁。哼，我可不想招他。反正这次跟他出去，我是从头到脚就甭想舒服了。鸭绒被1条，驼绒毡1件，锦袍5身，饮酒具2件，饮餐具1套，洒鞋5双，梳子、篦子、挖耳勺各2套。行了，别报了，装好了就送到西八里庄御碑亭那儿去等着。说。奴才，对，起来！记得烟袋是不是得查查朕出门这箱子啊？哦，啊，这是要带出门的。行了，把箱子盖上，都拿走，一样都不带。纪晓岚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皇上，这用不上，都用不上。您什么时候见过囚犯出门还带这么大口箱子，里头装着金银细软？好，刚才我一看，连挖耳朵勺您都带着呢，用不上。你也太无礼了吧！啊，留300里，总不至于假戏真做吧？当然要真做了，否则不如不做呀。哎，我还告诉你，何大人，这回出门在外，不许直呼其名，不许尊呼其位啊！要让世人知道皇上出行太招摇，那样也不安全。懂啊？皇上啊，我看咱们都取一个化名吧。取好。出门以后，皇上您和何大人就称我为老纪，继而律之的继，我管纪律嘛。何大人就叫何二。什么？何二啊？和二仙嘛，何二听起来颇为平顺呢。何二，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加起来好像和尚小二。哎呀，他就是一个名字嘛，叫而已，何必认真呢？那你凭什么就叫老纪？哎，皇上，皇上贵为天子，怎么着也不能离开一个高贵的字眼。那是自然。皇上啊，我先取一个金字放在这儿。金，金，差强人意，还行。好，名字呢？啊，对，金三儿。金三儿啊，金三儿。金三儿，对，金三儿。合适你吆喝吆喝。哎呀，奴才可不敢，叫你吆喝，你吆喝。好，金三儿，放肆！就是这纪晓岚出的什么主意？你好好叫你。这不好听啊，这不像我的名儿啊！不行，再起。叫金六、金九、金天，还明天呢？不行，什么呀？听起来是同音了。哎，万岁，奴才倒有个主意。平时吧，我们称您万岁，圣上，出去当然不能这么称呼了。对，但是皇上当一个爷子总可以吧？叫金三爷，您看怎么样？金三爷，颇有威仪。哎，行，就他了。皇上准了。好，皇上准了。何二，叫你呢，何二。哎，金三儿，爷，咱们这回出去，可没什么尊卑，啊，何二，这回出去
不许讨好卖乖。走吧。哎，皇上，不，金三爷，请吧。是不是徐二啊？爷，他们启程了，往哪边去了？在街上转呢。3个人各持一件，还没定下来呢。再探。这，咱们走。老季和儿，三爷想上东边去看海。不，三爷，妾以为是往北为好。北边不就有什么呀？草地、牛羊什么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三爷，这是为您好啊！您想，这天越往北它越凉快呀，往北好。我说往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季我夜观天象，往南它必有故事。哟，凭什么听你的？对呀，为什么要听你一个人的？我，爷，这事有点麻烦啊。您瞧啊，一个往东，哎，一个往北，这位呢要往南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抓阄啊！抓着点往哪儿走，这公平合理。抓阄行，公平。抓阄。那好，就抓阄。这儿有一茶馆，咱们进去喝口茶，抓了阄咱们再走。喝口茶。那这行，爷行。停车！车老板，就到这儿吧，沧州我们不去了，您回吧。那放心吧，银子1分也不会少你的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怕这荒郊野外把您2位放在这儿，我不放心呢。谢谢您惦记了。红姑娘，出来吧。好功夫。老板，拿回家吃了吧。谢姑娘。这车先生，有句话呢，我得嘱咐你，到了京城别多嘴，多嘴啊，对谁都不好。不说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没看见，不知道。红姑娘，对。小月姑娘啊，请我来抱吧。不用，秦舅，你背着包袱吧。哎呀，这把扇子扔了算了，怪累赘的。不可，万一人家找来了，不是还要还给人家的吗？天下这么大，人都难找，扔了吧。不好，走吧。哎，我说我写吧，你们还不信我。和二你要写呢，我又信不过你，那怎么办？三爷，您说该怎么办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谁都别写，咱找个人写。好主意。那行，既然都说好主意，那咱们就等着找人吧。伙计，加水了。来了。这么着吧，找不如撞。待会儿啊，谁先进这茶馆，咱们就选他写。行，还算公平。好玩儿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哎，不过他得会写字儿啊。那是，那一定得会写字儿。二位爷，看手相吗？不干。那个三爷，您看巧了，他人就来了，赶紧叫过来，赶紧叫过来。哎，我是算命的，哎，你过来一下，来。哎，先生您好，您算命吗？哎，不算。我问你啊，你识字吗？啊，识字啊。会写吗？啊，会写呀。哎，会，正经的多宝塔流体。哦。啊，您写匾吗？便宜，1字1两，白送店名。哎，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我们3个呀要抓阄啊。你给我们做3个阄，装在一个干净的碗里，给我们拿过来。这好办，写哪几个字啊？记住了啊！看见了没有？我啊，看清了吧？我想往北走，啊，写一个北字。我们这位爷要气宇轩昂的往东走，啊，写个东字。这位老提了这个烟袋的呢，他老想往南出溜。就写个南字，听清了吗？北、东、南，
就写这仨字儿。这好办，这好办。小二，上场。哎，来了您嘞。爷，您请。三位客官，今儿都写好了，您上眼瞧瞧，不偏不向，北东南3个字，谁先抓呀？你不会作弊吧？哎呀，他一个过路的做什么弊？多虑了吧？就是三爷说的对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掂上一个啊。哎，干嘛呀？你以为你抓就是上北啊？让三爷抓，咱俩谁都甭上手。三爷，您抓着哪儿，咱就往哪儿走。好，那我抓，我抓。不要老比划这个扇子好不好？来，三爷您请。当然了。三爷请。南，天意，天意吧？哎，这回咱还谁都甭争了，嗨，往南。哎，来，收着。谢谢。我说何二啊，你付钱给人这位算命先生，连茶钱一块付了啊。怎么就非得我付钱？下回我付啊。三爷，您请。什么时候付？行，怎么就是个男的？他付钱啊。够了吧？哎，谢谢爷，谢谢。花了钱买个男。小二，来碗面，快点。哎，好嘞。先生，好算数啊！此话怎讲啊？3个当事的没看出来，倒让一旁观的看出来了。看起来你也是吃这碗饭的。差不多吧。改日切磋。不用改日，就现在吧。把犯人带上来。这跪下！哎，大人，您抓我干什么呀？小人是饭吃了，也没犯法，您抓我干什么呀？看见了吗？啊，想不想试试？用不着。大人，您有什么问的？小人只管说，绝没有半点隐瞒。谁让你做的弊？我说，就是那位拿烟袋的先生，前几天到小的摊前算命，说今天在这儿等，然后他为什么往南走？他也没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问。来人呐，给我吊起来！别吊！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干什么不说，我是算命的，飞机飞过。哎，给我打！哎呀！大人，你害死我！老金河，爷，他怎么不来啊？你过来呀！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商量。哎，一定是累了吧？累了。哎，好，咱们能不能雇辆车呀？啊，对，雇车。哎，车这儿。三爷，又怎么了？累，知道吗？雇辆车。哎，咱这可是出来流放300里，不是出来坐车游玩300里。再说这，你说这荒郊野外哪儿雇车去啊？不是，你要真坐车也可以，干脆咱们掉头回去得了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想点辙啊！想点辙，弄辆车。咱们这样，咱们坐一段车，走段路，坐段车，好不好？对，谁知道走路这么累啊？三爷，这才10几里路，您就觉着累了？啊？哈哈，当年您让陈流放的时候，呵，左右一边一个水火棍的差官跟着，一大早就走了30、50里，走慢了还呵斥着呢。你不对啊！怎么了？当丞相你怎么老提
流放这事儿，你是记皇上的仇是不是？啊！再者说了，你不怕回去皇上给你小鞋穿？我怕呀。那不就得了吗？通融通融啊！哼。可是我现在不怕，现在还得走。虽然没有水火棍的差官跟着，可是我这儿还有扇子啊。好了，老七，不劳您动手，您厉害，嘿，您可真厉害。三爷，要不您忍忍，咱不招他啊，不招他，谁让咱碰见这么个软硬不吃、水火不进的东西呢？啊，来，起来，来，我扶您一把，起来，咱慢慢走，来，这穿上。不是我说您的，您说当初您干嘛给他这么一把扇子？真是啊！你说的也是，我当初干嘛不把那扇子给你呢？对呀，这扇子要是给了我，现在攥在我手里，我打你。可是你在宫里头也没说呀。不是，这个怨我，我的坏心眼哪有他多呀？哎呀，我这现在这心情啊，就好有一比。比作何来啊？这老百姓说的。自己刨坑自己埋，恰当，比喻的太恰当了。千万别夸我了，老金，我饿了，饿了到前边吃去。大人，他真的不行了。看来。他是真的不知道。中军在。既然万岁爷与何大人都往南走了，那就吩咐下去，照顾好他们的起居。还有，你去打探一下，那个参过本官的红御史是否真的就在曲阳？若消息确凿，人给我做了，此事。连何大人也要瞒住，小的记住。他的女儿不是在八大胡同里入了越级了吗？找出来，当个保押上。哼，听明白了吗？小的明白。三庄事不得以外人道，事关重大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大人您放心吧，那季大学士呢？一个整天抽烟袋的韩氏，怕他干什么？小的不怕别的，怕关键时刻他碍手。哦，要真是那样，也不要轻举妄动。那是朝廷的大学士，知道吗？小的知道。恭送上大人。小二，来了！冰水。冰水，这什么天儿啊？喝冰水没有？玫瑰香露也没有。先到我这儿。更没有。有什么呀？这爷，我看你不常出门吧？怎么看出来的？您说的这路喝的，慢说我们这儿没有，方圆几百里都没有。皇上紫禁城有没有，还是两说的呢。紫禁城里当然有。你哪这么多废话？到底有什么说？渴了想喝水是不是？是喝水啊。那不铁了有。什么呀？井水。井水，哎呀，爷，出门在外咱就甭讲究了，啊，井水就凑合着喝吧。小二，3碗井水。3碗井水来了。这密林有意随心想，茂草无知井水清。偶尔喜吟今岁好，慢将诗句入心题。康熙爷的诗，千叶莲池夜间低之声。这康熙爷当年是何等的文治武功啊！茂草无知井水清。三爷，康熙爷当年可是喝过井水的哟。有。那咱们还不能不喝了。喝井水好喝。老弟，还是你行啊。喝井水都喝出典故来了。是啊，不就一碗井水吗？还把康熙爷的诗搬出来。井水来了，3碗您了。
多谢。茂草无知，井水清。客官，水有点苦，是不是？咱这儿旱了多少年了，缺水，乍喝不惯，久了就惯了。吐出来，爷，全吐出来！哎，对，吐出来。这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种味道的水啊！哎呀，可见诗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。猴儿，哎，请，哎，请，哎，请，我喝。喝了。哎，老季，烟放放。康熙爷当年都喝了的水啊，诗是你说的，水您也得喝呀。你喝。三爷，喝。这水不能着急喝，这路水啊碱大盐重，打上来以后得放一放，放一会儿呢，它水上就会结一层水皮子。拿个苇子杆儿。啊，对了，小二啊，去拿个苇子杆来。拿苇子杆干什么呀？嘿嘿，待一会儿啊，待水皮结起，用苇子杆轻轻给它挑开了，这味道就好多了。哎，苇子杆，小二。哎，看着啊，挑开水皮子，用苇子杆插入水中。这么喝呀，就别有一番滋味了。早不说。哎，三爷，您也试试。你试试。让你试你就试吧，他这一摊试。打开水瓶儿，把它插进去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多了吗？还有一股清香之气，是吗？哎，三爷，您等等。行了。确有一股草木清香之气。来，你接着喝吧。老季啊，爷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，你是最不讨爷喜欢的一个人，但爷经常还离不开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愿闻其详。你这个人常能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有突发奇想。咱说句他喜欢听的话。您说。叫化腐朽为神奇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讨厌归讨厌，但还不可或缺。三爷您过奖，您真是过奖了。老纪为人，若做到不可或缺，那真就不错了。若只是让您喜欢，那可就不是为臣之道了。行了，这不就雕虫小技啊，还当了真了？不就一根苇子杆吗？真是。哎，虽是小计，可我不像某些人，一遇的事儿就知道大喊大叫，哎呦，快吐喽！貌似关怀备至，其实是伐术的很。苇子杆虽小，但是到了治国安邦之时，它就是通统求变之根本。喝碗苦水还喝出治国安邦的道道来了，酸腐且不自知，牵强得很呐！小二上菜。虽是小计，却见大道。哼，你想牵呢，还牵不出来呢。小二上菜。行了，我看你们俩都够酸腐的。小二上菜。怎么回事啊？老六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看这怎么走？你也给我走。王二，你给我说实话，红霞姑娘到底去哪儿了？
跑了，廊子外头搭个梯子跑了。你这春满楼你是随便就能跑出人的地方？说，廊子外面的梯子是不是你帮着搭的？不是，自古哪有这看窑子的老鸨子帮着那窑姐逃跑的？再说这理儿也不通啊！不信，军爷您问问我们家老刘，老刘你快说，那天你是怎么追的呀？快说！军爷，那天晚上我带着几个人一直就往下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平白无故的闪出一个人来。什么人？季大学士。季大学士一出来就把我们都给拦住那儿了。季大学士啊？哪个季大学士？就是那个外号人称叫季大烟袋的那个季大学士。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明明白白手里攥着个烟袋。他不但劫了我们的人，他还指了一条瞎道，生生的把人放跑了。来人，我们走。何二啊，你告诉厨子别那么麻烦，用不着弄那么多菜，有20来个就够了。三爷，20几个菜那是甭想了，能凑出俩来就不错了。就俩菜，那将就了，有鱼有肉就行了。都没有，那怎么吃啊？就是萝卜炒白菜，白菜炒萝卜，这叫菜啊？这叫真正的菜。老百姓要是天天能吃上萝卜白菜，那天下就太平了。那不行，老季你想辙？没辙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照你这么说，纪晓岚还真把咱们给算计了。南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沿途的饭馆、旅店都派人去了。徐二一早走，按爷的吩咐，尽量让皇上知道咱们尽力了。何大人眼光就这么短浅，他以为300里路咱把皇上给伺候好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哼！可他就没想到纪晓岚如此的心计。早就盯上咱们了，蛇咬一口，入骨3分呐！咱们不得不防。跟我走。走那么急干什么玩意儿？抢笑帽子！哎呀，这不下来是不知道啊。朕治国这么辛苦，老百姓吃的就是萝卜白菜啊！哎，和二啊，爷。我听着您说，朕毕竟不是老百姓啊，老吃这东西怕是消化不了。你看这说来就来了，干嘛你？何二啊，公统伺候。公统，纪晓岚，公统。你这出来流放来了还公统呢？往里边走，满地都是公统啊！就这儿，我也闹起来了。咱们到这边来。哎呀，真是烂驴上火，屎尿多呀！小月姑娘，红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刚才我好像看见我的玉坠了。玉坠在哪儿啊？在那个抽烟人的烟杆上拴着呢。不会吧？抽烟的烟杆上挂的都是荷包哎。是吗？他们可真够像的。红姑娘，你是不是太想你的亲人了？怎能不想呢？我爹为了国家当了个家破人亡，我母亲就那么一下子急死了。我爹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何儿啊！哎呀，皇上，真臭啊，皇上！啊，说什么？不是，我说这个屎真臭啊！啊，这怎么闻不着啊？皇上，您在上风头，当然闻不着。何二啊，您说老百姓过的是这种日子，朕还紧着修园子，这是不是一种
罪呀！哎，皇上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！其实穷的地方啊，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，再往前走啊，特别的富，富的到处都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要说了，您可别跟季大烟袋说呀。是这样，直隶总督尚荣那小子，还真挺有孝心的。原听说您是往东走，往北走，后来才知道您往南走了。我想他会精心安排的。好，知道了就好，知道好。可也不能总吃萝卜白菜的。哎，朕不是怕苦啊，就朕这肚子不习惯那玩意儿。三爷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着什么急呀？你说拉个屎都不让你消停。哎，着急你也过来。哎，要过来把扇子也带过来啊，给我们扇扇好，味儿大着呢。再不走就赶不上住店喽。二。哎，我说，你再不走，我可扇子伺候了啊！这是假的，能露了馅。催呀催，拉泡屎你也催，可见你有把扇子。哼！哎，既然掏出来，别往回装了，拿出来我也扇扇。你扇，哼，我都还舍不得扇呢，你扇，走吧走吧。等会儿。这扇子别是假的吧？你说什么？假的。我看看，假的，好，假的就不让你看。你问问三爷，这是真的假的？走。哟，客官来了您。你们掌柜的呢？您什么事儿啊您？有话您跟我说一样。哟，钱先生来了，掌柜的您出来一下。把牲口卸下吧，明天一早再走。姑娘，咱们上哪儿啊？明天再告诉你。走吧，红姑娘。哎，来，这位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哦，掌柜的，贵姓啊？免贵姓王。哦，王掌柜。哎，你这个小店一年有多少银子赚呢？哪挣的什么钱呢？也就是维持这个生活。余不下几个银子，这是10两银子，你收下。这位爷，您还是先把事儿说清楚了吧。也没什么事儿，今明2天这要住3位客人。是你的客？男客。这3位客人到了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瞧见没有？这是我带的厨子下人，一应吃住都由我管。行，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。哎，拿着吧。拿呀！谢谢客官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有人没有啊？哎，这不都是人吗？有人你不招呼客人，你是伙计啊？哎，对。来接东西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伙计，找那楼上最干净的一间给我们。哎，是。哎，被褥得最干净的啊。一会儿把茶水送上来。哎，是。哎，是熟客？不认识，第一次来。进就进来了，再来人不能再收了。哎，不再收了。哎，你们俩跟着老板厨要做饭去吧。哎，是爷啊，快点快点。哎，我老季，你带的什么路啊？这是啊，这坑坑洼洼的。哎呀，这深更半夜走起来实在是不方便。你们白天是方便来方便去，那到了晚上是当然不方便了。这今天一天把我一辈子的罪都受了。这还有多远呢？多远呢？不远了，瞧见没有？前面有灯光了，快走2步。店家，开门啊！住满了，别家的。哎，怎么这么费运呢？开门，开门！客气点。店家，住什么都行啊，有个牲口棚将就1宿也可以。老季，我们怎么能住牲口棚？几个人呢？快开！哎，
哎呦，多谢多谢！就3个人，来，这么半天才开门，真是。走，真是的，耽误这么半天才开门。啊，你知道我们？柯大人，小的是上大人的手下。我说看着眼熟呢，饭呢？哎，弄好了。啊，快准备饭来，我们都饿了啊！中举，在，你们骑马先行，我随后就到。爷您，我不放心，同去看看，去吧。扎。这个碗给那位相爷的，这个碗给那个圆脸的，剩下一个碗给那个拿烟袋的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是。哎，菜来了，几位也等急了吧？什么菜？不能又是萝卜白菜吧？想吃萝卜白菜还没有呢，天儿晚了，您就吃点剩的吧。剩。哎，可是别跟人剩的。好东西，干净的，几位。干净。您别着急，我来分啊。哎，这碗是您的。这哎，这有个菜名吗？有啊，这碗叫吃着明白，您吃吧。吃着明白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吃着明白的东西最好了。这还一碗啊，叫看着糊涂，一碗自己清楚。这位爷，您。孩儿，你是要看着糊涂，还是要自己清楚？你先挑。你这个人呐，平时就爱装个糊涂，那这个看着糊涂归你。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，心里清楚。哼，我不上你的当，我要自己清楚。行，我糊涂我知道。哎，小二啊，哎，这菜名起的不错呀，东西怎么样啊？您慢慢吃。哎，好，来吃吧，吃。好吃。你看这像鲜贝这个，伙计，你们这菜不错呀。哎，这像猴头菇，你看看，哟，鱼子。老徐，你知道什么？一塌糊涂，搞不清楚，填饱而已。你再看看。对，哟，鸡腿儿，还有鸡蛋。你这真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，看着糊涂一点都不糊涂。好吃。哥，你知道什么了？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。就吃，快点吃，吃完了好睡觉。您不能自己清楚，您还得让我们尝尝是吧？哎呦，都是野菜呀。这名儿起的好吃吗？好吃不好吃啊？他自己清楚是吧？这名儿起的好，自己清楚，他怎么就偏轮到你了？他弄的爷，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？不太舒服啊，太不舒服了。是不是底下垫的少了？要不我再给您弄点草去？再垫也是草啊。哎，别提了，爷觉得少了点什么呀？缺太有佳人，忧居在空谷。自云良家女，零落依草木啊。哎呀，老季，你别光念你的酸诗，啊，你琢磨三爷现在到底想要什么？些什么？良宵不得与君同啊！
佳人儿。哎呀，三爷，恕奴才不孝，这地方奴才实在是没法给您找去，您就忍一宿，明儿奴才再想办法给您安排啊。哎，别提了，不提也罢呀。你们都知道，爷在家里是夜夜不空，后宫佳丽应酬不完呐。这冷不丁的出来跟你们俩睡在一个炕上，三爷，我真觉得是有点孤家寡人呐，孤家寡人哦。三爷也好，也好，清静，清静，清静。唉，清静。清妙，优雅。睡觉。哎，三爷，您这是？你们都睡觉，三爷内急出去尿尿。小心点，三爷，别让狗咬着。客居孤馆，夜卧麦草，突闻琴声之妙。雅得很呢。老纪，老纪，这三爷解手怎么还不回来？我也觉得有点内急，我顺便。哎，不就是个琴声吗？又不是把小孩撒尿吹的哨，怎么还都来了尿了？哎，不行，我也得去看看。琴是听的，不是看的啊！扫兴，上风镜，往后退。没听人说吗？偷听琴声要断弦的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来，这边来听听。这边，这边。如此良辰美景，哎呀，又有琴声曼妙，
却不知佳人音容笑貌，就有十指勾动商羽，待得这边厢，意儿飘飘，心儿摇摇。把听琴说成撒尿，把偷摸倒看成逍遥。嘿，我老纪，你怎么一点风月都不懂？如此良辰美景，怎么这么不风雅呀？就是。哎，可是你们自个儿说得出来撒尿的啊！我可是大大方方来听琴的，你们哑不可耐。什么人啊？哎，不会是春满楼的人追上来了吧？不是春满楼的人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人。那怎么办啊？啊？没关系，我去对付他。你要小心啊！我得装扮装扮。这3个人啊，我怎么看都有点眼熟。我不打扮一下，我让他们认出我来。外面是什么人呢？大半夜的，在人家门口叽叽喳喳的，一点礼数都不懂。多有打扰，万万海涵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住店的，耗下房子没？就住在楼下。那就各自安歇吧。且慢，小姐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是飘摇之中听见琴声而来，猜想，一定是一位小姐在里面弹奏。如果能得见小姐芳容，今宵就心安神定，足慰雅兴了。一张好嘴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白听了琴还要见人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听小姐的声音好耳熟啊，是不是也从京城而来？能不能让我们一睹真容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哦，你可真会套词啊！除了想见人家小姐，还要一睹人家真容，这可以了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刚才不是也上来要听琴吗？行，我是行了，我们实在也是不该打搅小姐的兴致。走吧。啊，这位大爷的烟袋不俗啊。哎，你看上我这烟袋了是吧？能否上来借我们一看呢？哎，行，那是我的荣幸。要看我烟袋，我来了。哎，您看。哎，先生，小月，你这装扮还真行，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哎，这戏咱还得继续演下去，你得让我见着这红姑娘啊。哎，这位大爷啊，你的烟袋也不怎么样嘛。老纪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让我套词，你上去干什么呢？这位姑娘费心跟屋里的小姐传个话，说我们非常欣赏她的琴声，能不能专门给我们弹一首啊？那我就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进去问一下，你们就等着吧。等着，咱等着啊。那你下来等着，下来，凭什么你在上面？下来，就下来。你把他们都安抚住了。嘘。他们还在门口等着听你弹琴呢。哎，快来！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坏人呢。啊，你从门缝里往外看了？哎，我还看见我丢的那个玉坠了。是你母亲留下那个吗？就拴在那个抽烟人的大烟杆上边了。哦，这么说，你那天在路上看到的没错。哎，那怎么办啊？要不，咱们跑吧？干嘛跑啊？我们又没得罪他们。再说，他们又不是官差。你想想。你母亲留下那个玉坠，咱们也想办法把它弄回来。那我赶紧把扇子找出来还他们。这个啊跟扇子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你想一个字谜，咱们让他们猜一猜，跟他们玩一玩，也好摸摸他们的底，免得他们疑神疑鬼的。字谜？对啊，我想一想。好啊。几位先生，都识字吗？
哎呦，瞧您说的，岂止识字，简直是满腹经纶呢。就我们二位这谈吐，您还听不出来吗？至于这位嘛，表面上长得是粗俗了一点，不过字还是识得的，是吧？识字。小姐是要作诗？那倒不是，可惜了，多好的月亮啊！啊，猜个字谜。哎，猜字谜有意思。要猜着了有什么好处吗？啊？要是猜出来的话，我们家小姐愿意单独为他抚曲一首。那要是猜不出来呢？要是猜不出来的话，你们身上的东西我一人挑一件，算是你们输了。妙妙妙，实在是太妙了！在这永夜难消之时，既可听琴，又可猜字，真是佳话，今后一定会传为佳话的。那就请您把小姐请出来吧。停住！停住！老爷，徐二来了，给老爷请安。一切可好啊？按老爷的吩咐办了，一切都好，只是有一事。什么事？原本一切如老爷所想，可谁知今夜那殿中住进了2个女子。女子？什么女子？可与洪家有关系？尚未探清，也许只是2个过路的。2个女子能干什么呀？无非是爷会弹琴，万岁爷兴致颇高，现正在听他们弹琴呢。我说不是吗？2个女子无非是弹个琴，唱个曲儿。哎，徐二，你给我盯住了啊！他们3人每日的行踪，就照这样，如实的给我报来。这，你走吧。这。唉，洪家的女儿不会这么大胆吧？中军，在。传令下去，绕过前阵，马不停蹄，直奔曲阳城。绕道快行，绕道快行。